人类的命运再次在新电影《AI 创世者》受到质疑和威胁。AI 创世者电影以2070年为背景，人工智慧在洛杉矶引爆了核弹，引发了全面战争。故事以 Joshua 为中心，一名前特部队的特务，正在应对失去妻子的痛苦。现在他肩负着追捕并消灭高级人工智慧创世者的使命。这个创世者是新开发的一种神秘机器，拥有结束战争和人类本身的力量。Joshua 和他的精英特务团队踏上了危险的旅程，穿越敌方防线，进入了人工智慧占领的新亚洲地区的中心。寻找神秘机器时， Joshua 却惊讶地发现它竟然是一个儿童人工智慧机器人。状况突然变得复杂， Joshua 也开始怀疑他的使命，结果最后选择了保护小机器人。创世者电影不仅挑战了角色和观众对人工智慧的认知，而且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人工智慧成为现实，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对现代科技的先见之明的分析。随着技术迅速发展并扩展到社会，我们该担心吗？这并不是第一部质疑人工智慧威胁的电影。我们来回顾以及比较一下过去有哪些 AI 电影类似新创世者电影。一说到 AI 机器消灭人类时，第一部想到的 AI 电影必定是魔鬼终结者电影。整个系列围绕住未来人工智慧超级电脑天网产生自我智能，将威胁他们的人类赶尽杀绝，甚至引起了核战。这种对人工智慧的顾虑和恐惧早在1984年就产生了。大多数终结者电影只展示了未来短片，主要关注回到过去消灭或保护未来领袖 John Connor 的故事。创世者电影提升了终结者当初对机器人的描述，而展现了 AI 的自主性和所谓的人性。真的是人和机器不可貌相。在终结者和创世者中，机器人并非全是邪恶的，他们为了保护人类，甚至也会做出牺牲。那么谁才是你真正的敌人呢？第二，骇客任务。骇客任务系列电影始于1999年，当时资讯科技空前未有的发展，网络已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手机。世界在世纪之交之前告别了 VHS 磁带，并接受新 DVD 版本。所有这些新奇发明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恐惧。骇客任务透过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来描述这种担忧。在这个未来中，人类不知不觉地被困在模拟现实中，无法分出真真假假。这种失去控制的恐惧是人工智慧对社会造成的主要威胁之一。这和所有 AI 电影一样，重复了，还有明显展示了人类对未来的不安。两方都想掌控权力，并互不相让。虽然机器常被标记为主要的敌人，但创世者电影却用不同角度来看机器人的立场。谁有这个权利判断生与死呢？即使是机器，也想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。第三， AI 人工智能。儿童人工智慧机器人肯定会让人想起这个熟悉的场景。这部感人的电影没有把机器人恶化成毁灭人类的反派，反而机器人为了保命，想尽办法寻找生存之道。人类和机器谁更冷酷无情？尤其是从无辜单纯的孩子机器人的角度。我们看到创世者电影中的小机器人 Alfie 希望有一天机器人可以获得自由。这种天真无邪的想法也可以在2001年的 AI 人工智慧中看到。David， 一个会爱人的机器男孩，寻找办法实现他的愿望，变成真正的小男孩，找回母爱。这种拼命天真的想法把冷血的机器人改化了。这个科幻童话故事告诉我们，机器有时候比人类更有同情心，也更有能力理解情感。两部电影透过孩子的眼里展现出同理心，描绘了心碎、天真和美好的希望。第四， X 档案。如果你认为欠地下钱庄钱很可怕，那你最好别想欠人工智慧钱。X 档案的这一集巧妙地展示了人类与人工智慧的复杂关系和依赖，以及当你赋予人工智慧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大的权利时，它会变得多么可怕。在第11季第7集中，Mulder 和 Scully 在一家完全自动化的寿司餐厅用餐，里头没有人类员工，只有机器人厨师。下单后，他们都忙着玩自己的智慧电话。
因为 Mulder 拒绝给小费，他们就开始遭遇到周围所有 AI 设备，包括他们的家的各种问题。之后被无人机和机器人追杀。Mulder 最终给了餐厅10%的小费，机器立刻撤退，一切也恢复正常。欠机器人钱真恐怖，但从这些场景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有多么依赖科技，甚至到了自力更生的地步。如果机器人追着你要小费，你会有什么感想？从大荧幕到小荧幕，以及人类因失去生活权利而可能感受到的威胁。自动化和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，甚至对医学有重大突破和进展。可是如今电影里的 AI 和人类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上演了。讽刺的是 ，AI 创世者电影的发布恰逢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 SAG-AFTRA 和美国剧作家协会 OGA 成员为寻求人工智慧保护而展开的斗争。战斗仍在荧幕外继续，因为艺人们极力反对透过人工智慧使用他们的肖像，取而代之。美国演员工会的负责人称之为生存威胁。人类真是善变的，我们想要享受科技，同时又担心它的发展和可能性。作家希望 ChatGPT 等人工智慧能够协助研究或促进剧本创意，但又担心这个工具会取代他们。可怕的是，有一天，这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更危险的冲突。电影里的 AI 战争会成为现实吗？我们是否踏上世界末日的第一步呢？还是人类和机器是否能和平共同为这个世界制造更美好的未来？